什么样的电影才是好电影？杰昆·菲尼克斯主演的小丑绝对当之无愧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好电影一定夹杂了好细节。就比如小丑被打的这个片段，几个混混走后，随着镜头拉开至全景，出现了一个99%的观众都没发现的细节：小丑胸前的那朵花冒出了一股不是很明显的液体。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看过漫画原著的应该知道，小丑有一个技能，就是胸花可以喷射硫酸，是他的武器之一。而电影中的这个细节，很明显就是致敬漫画中原著人物的设定。但此时的亚瑟还没有完全觉醒成小丑，所以这时喷出来的液体并不是硫酸，只是小丑表演用的一种道具。他被群殴了之后，人都走了，无奈的暗出了一点水，这应该是他下意识的一种反击。另外，这个水流不是像后来的那种喷射，而是像眼泪一样流出，刚巧暗喻此时小丑的悲伤心情。一个如此的小细节，既合理还原了原著设定，又暗示了人物的内心。还是那句话，什么是好电影好细节？你可以看不到，但我不能不拍。所以这部电影早已超出了普通商业片的范畴，而是一部艺术性极强的作品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深度解读一下这部奥斯卡热门影片《小丑》。哥谭曾是个景色宜人、民风淳朴的老牌城市，如今却脏乱不堪，商业崩盘，群众失业，工人罢工，社会秩序混乱，连最基本的城市卫生都无法保障。繁华的市中心也是遍地垃圾。恰逢竞选市长的当口，民众迫切希望早日推选出一位有能力的领导者，引导哥谭重新走上正轨，改变如今苦不堪言的生活。在众多的市长竞选者当中，自信伟岸的托马斯·韦恩呼声最高，然而他实则是最道貌岸然的一个剥削者，和主人公小丑之间还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。亚瑟是哥谭市的一名普通市民，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，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。他把最好的都留给了母亲，自己却又干又瘦。他是一名职业小丑演员。这天，他正在为一家即将倒闭的店铺进行战机宣传，期间却遭到一群混混的骚扰，他们抢走了亚瑟的工作牌。他一路追到一个小巷里，反而被他们暴揍了一顿。他狼狈不堪地躺在遍地垃圾的小巷，感觉自己也是一个人见人厌的垃圾。他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写下：我希望我的死亡比我的人生更有价值。对于人生，亚瑟尽力了。相比真容，他更喜欢小丑妆。他努力微笑，却总感觉不自然。他用手指勾起嘴角，一会儿向上，一会儿向下，在两种状态之间来回摇摆。最终，亚瑟将嘴角高高吊起，露出枯瘦的牙床。他选择继续微笑着面对这个世界，但眼中却滑落了一滴眼泪。这滴泪是亚瑟压抑不住的心酸，他的内心已经装满冷暖。无论亚瑟多么努力保持微笑，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，那就是他的精神状态不容乐观。亚瑟同时服用着7种精神疾病药物，却仍旧感觉忧郁和沮丧。亚瑟祈求社区护工给他加大药量，护工自然不能盲目的这么做。坐公交车时，亚瑟遇见一个可爱的小男孩，小男孩调皮的朝他撅嘴，亚瑟很高兴的表演，变脸逗他开心，但男孩的母亲却打断了他，他不允许小男孩和陌生人说话。这时亚瑟忽然大笑了起来，笑声让这个车厢的人都感到诧异，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是亚瑟从小就患上的一种怪病，他会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的抑制不住的大笑。患有这种疾病的人通常大脑受过损伤，或者患有精神疾病。遗憾的是，亚瑟2种都占了，但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得病的真正原因。他坚定不移地相信着母亲的谎言，这是他的天赋，他生来就是为人们制造欢乐的。亚瑟捂住嘴巴，递给男孩的母亲一张卡片，解释原因。女人虽然没有继续追究，态度却愈加嫌弃。生活如同爬台阶，一步比一步更累，越往上越迈不开腿。人人看似身无一物，却都背负着无形的重担，这重担折磨的人精神疲惫。但这些都没能压垮亚瑟，因为前方还有一个家，在家中等待亚瑟的是他卧床的母亲。尽管他的脑袋已经糊涂了，总说自己和未来市长韦恩是旧识，并每天给韦恩写信，期盼他能给母子俩提供帮助。尽管从来没有收到过回信，亚瑟依旧每天帮母亲寄信。莫里·富兰克林秀是亚瑟最喜欢的节目，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脱口秀演员。在电视上看到莫里出场的那一刻，亚瑟就开始了幻想。他因为独特的笑声被莫里注意到，然后作为幸运观众被请上了舞台。他标志性的笑容和坚强的人生经历赢得了观众的掌声。莫里和他拥抱，肯定了他的天赋和努力。然而幻想不是现实，幻想中的被接纳都源于现实中的不被接纳。第二天，胖同事对亚瑟被混混群殴一事表示了关心，还送给亚瑟一把手枪，嘱咐亚瑟保护好自己。而亚瑟的上司不但没有给予相应的关怀，还要处罚他，因为亚瑟遭到了商家的投诉他不但没有完成工作，还没有送还工作牌。尽管亚瑟一再解释，工作牌被那群混混打碎了，上司还是把责任算到了他头上，扣了亚瑟的工资。亚瑟强忍着挤出一个微笑，可笑容有多大，内心的伤痕就有多深。下班之后，他向垃圾桶拳打脚踢，发泄自己的不满，跌坐在垃圾堆
堆里的亚瑟就像一颗萌芽，慢慢的被这片沃土催发成一粒疯狂的种子。回家时，亚瑟好心的帮女邻居拦下了电梯，电梯卡顿时，两人一起吐槽。女邻居调皮的朝他比划了一个开枪的动作，亚瑟起初没有回应，但他其实一直也想组成一个新家庭。女邻居虽然带着一个孩子，但完全符合他的幻想标准。于是下了电梯后，亚瑟向他回应了一个更加逼真的表演，然后心满意足的回了家。亚瑟在日记本中歪歪扭扭的写下：患上心理疾病最糟糕的是，人们都希望你假装没病。本子中的笑脸像个诡异的小丑，有着和亚瑟一样高高扬起的嘴角，适当的弧度是微笑，超过了微笑的界限就是疯狂。亚瑟已经处在那个临界点上了。好在女邻居的登门拜访，简单的沟通让他又重新感受到了一丝温暖。但第二天工作时，意外却再次发生了。儿童医院里，一个小丑正在卖力的表演，忽然一把枪从他身上掉了出来。如此重大的失误被亚瑟当场完美的掩饰了下来。谁知胖同事却背后捅刀子，向上司告了密。亚瑟因此丢了饭碗。他这才意识到胖同事的别有用心，气愤的用脑袋撞碎了电话亭的玻璃。但这是亚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他也就认了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彻底点燃了亚瑟。他孤零零的乘坐地铁回家，空荡荡的车厢内只有5个人：亚瑟、无名女和3个自称商业精英的男人。3人不停的骚扰无名女。女人不敢吭气，亚瑟看着这一幕，也没有选择发声。那3人便更加嚣张，而身处这种状态下的亚瑟又不受控制的大笑了起来，惹得3个男人十分不爽，将矛头转向了亚瑟。无名女见状，趁机离开了车厢，留下了被疯狂殴打的亚瑟。再次遭受欺凌的亚瑟彻底失去了理智，他掏出手枪，当场击毙2人。逃走的那个他也没有放过，一路追到站台，直接清空了弹夹。这是亚瑟第一次杀人，也是他感觉最痛快的一次。他躲在公厕里，慢慢的随着情绪平静，他享受般的翩翩起舞。那一刻，他仿佛变了一个人，内心也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超脱。当晚，他冲进了女邻居的家里，大胆的拥抱家人入怀。次日，地铁惨案的新闻铺天盖地，凶手小丑却不知所踪，而普通民众却对小丑持理解的态度，甚至涌现出了一批支持者。未来市长维恩在接受采访时的表态，却与民众的意志背道而驰。他声称，地铁惨案是跳梁小丑的无耻闹剧，来源于无能之人的仇富心理。此言一出，群情激愤，这是对普通民众的公开歧视。电视机前的亚瑟也感觉荒诞的至极。其实荒诞的不仅是维恩，而是整个世界。亚瑟到公司收拾铺盖，公司的同事们极尽嘲笑，胖同事更是不承认背后捅刀子的行为。离开时，亚瑟敲烂了打卡机，还把墙上记得微笑的标语改成了别笑。这个世界如此灰暗，既然我笑不出来，那你们也不要笑了。亚瑟脑子里都是消极的想法，他再次找到了社区护工，可这次护工不但没有开解他，还宣布因为政府缩减财政预算，亚瑟以后不能领免费药物了。他知道政府根本不在乎他这样的人，但他还有继续活下去的理由：一是当脱口秀演员的梦想，二是与女邻居的甜蜜爱恋，三是与母亲的相依为命。又过了几天，亚瑟得到了一个在小剧场表演脱口秀的机会，他邀请女邻居来观看，可刚一上台，他的怪笑症就犯了。女邻居的鼓励让他很快振作了起来，他自以为很成功的完成了表演，女邻居也对他赞赏有加。路上，他看到了小丑的通缉令，女邻居也表示小丑没有错，死的不过是3个人渣，这给了亚瑟很大的鼓励。回到家时，母亲再次叮嘱他给市长维恩寄信，可这次亚瑟却出于好奇打开了母亲的信件，信中的内容颠覆了他的认知。哥谭市的未来市长，当地最有权势的维恩，竟然是母亲的老相好，而且还是亚瑟的父亲。那一刻，亚瑟第一次对家庭产生了期待。他找到维恩的家门口，见到了一个小男孩，他是维恩的孩子，也就是后来具有超能力的蝙蝠侠。看着眼前的弟弟，亚瑟给他表演起了魔术，男孩也很开心。但管家得知亚瑟的来意后，却无情地嘲讽了他，还说他母亲就是个妄想症患者。但亚瑟并没有因此放弃，他混进慈善晚会与维恩相认，而维恩却一拳击碎了亚瑟对父亲的期待。他同样声称亚瑟的母亲有妄想症，信件的内容都是他的臆想，而亚瑟则是领养的小孩，和他没有1毛钱的关系。亚瑟准备再次找母亲确认，可刚回到家楼下，就看到了被拉上救护车的母亲。母亲突然中风住院，让亚瑟本就不轻松的生活雪上加霜。好在女邻居一直陪着他，还在电视上看到偶像莫里在节目中引用他当时在剧场的表演，本以为是得到了偶像的认可，可不曾想这只是来自偶像的嘲讽。但眼下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，既然母亲没法开口说话，亚瑟只好独自去查证自己的身份。他来到精神病院调取资料，却发现了更加残酷的真相。母亲的诊断证明亚瑟的领养手续等一应俱全。除此之外，亚瑟还看到了几张新闻简报，原来母亲不但不爱他，还和当时的男友一起虐待他，导致亚瑟大脑遭受重创，这才患上了突然癫痫的怪病。那一刻，亚瑟的信念几近崩塌，他抱着资料放声大笑，转头又变成了卫生间里癫狂的小丑。什么他生来就是带给人欢笑的，全都是屁话。随后，亚瑟闯进女邻居的家，想要从女邻居那里得到安慰，可当他
他看到女邻居惊慌的表情时，才终于意识到曾经的甜蜜爱恋都是他的幻想。画面一转，亚瑟从女邻居家冲了出来，女邻居死了。他听着外面救护车的警笛声，躲在房子里狂笑着。他这辈子从来没有真正的开心过，从小被母亲虐待，长大又被母亲欺骗，唯一的甜蜜还是幻想。这样的人生有何意义？亚瑟抽完一支烟，终结了此生最大的依赖。母亲躺在病床上，停止了呼吸。只是他不知道的是，随之停止的还有母亲没来得及说出口的真相。维恩就是亚瑟的亲生父亲，那些资料只不过是维恩为了保住声誉伪造的。富人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可是什么都可以牺牲的。不过这些亚瑟永远也不会知道了。他将自己关在冰箱里，可很快却接到了莫里秀节目组的电话。原来他们先前引用亚瑟的节目受到了众多观众的追捧，节目组便邀请亚瑟下周4去节目上做嘉宾。亚瑟爽快地答应了，不过并不是为了什么偶像，而是为了还击。此刻的他早就不再追捧什么狗屁偶像了，脱口秀演员也不再是他的梦想。他想做的只有向世界发出最底层人民的呐喊。这个男人朝眼前的胖子疯狂舞动手里的剪刀，现场惨烈至极，吓坏了一旁的小侏儒。惨案背后是一个男人或者一个群体被人漠视的需求和心酸。地铁3杀案之后，警方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搜寻凶手小丑，也多次调查了亚瑟，却都因他的不配合以失败告终。毫无头绪的警察便调查了亚瑟以前的工作单位，警察3天2头拜访公司，同事们都感到不对劲。再结合亚瑟的遭遇和精神状态，陷害过亚瑟的胖同事深感不安，带上小侏儒上门拜访，名为安慰，实则试探。亚瑟几次压制怒火，最终还是没控制住，报复了胖同事。但他放过了小侏儒，因为小侏儒从来没有嘲笑过他。这次来访还给亚瑟带来一瓶好酒当做礼物。亚瑟认为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他好的人，所以才会亲自为小侏儒开门。另外，小侏儒和他是同一类人，也经常被欺负，同类之间是不会相互伤害的。那么这个城市里有多少亚瑟的同类，又有多少亚瑟的异类呢？亚瑟接到了莫里·弗兰克林秀节目组的邀请电话，对方希望他作为特邀嘉宾出场。亚瑟欣然答应。其一，这是亚瑟梦想的舞台，他想要借机表演一段脱口秀，给人们制造欢乐。其二，亚瑟曾在日记本中写过，他希望自己的死亡比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，所以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，准备利用自己的行动，让上层人士看一看被压迫的平民的凄惨。亚瑟精心搭配了一套服装，在沙发上反复练习精心准备的表演。当然，所有的铺垫都是为了枪指下颚的那一刻，以己之命换取一个城市的新生。出发时，亚瑟的心中前所未有的高兴，他在台阶上肆意地舞动着。今天过后，他苦难的一生就此终结，但他也坚信自己的牺牲一定会让这个城市重新焕发生机。身后2个警察的出现打断了亚瑟的狂欢，他们必须要和亚瑟谈谈。亚瑟自然不敢面对，疯狂逃窜。他一路跑到了地铁上，才发现周围都是小丑的拥护者。2名警察被小丑群体拦下，亚瑟才顺利地赶去参加电视节目。表演前，面对莫里对妆容的质疑，亚瑟说他并不知道地铁惨案，也没有任何政治观点。他之所以化着小丑妆，是因为他是一个带给人快乐的小丑，所以出场时希望莫里能够称他为 Joker。节目后台，亚瑟扭动着自己的身躯，为登场做最后的彩排。序幕拉开后，所有人都将见证他的风采。亚瑟如自己的预想般表演着，迎来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。访谈时，莫里不出意外的再次嘲讽了亚瑟的喜剧天赋，而他这次请亚瑟过来，实际上就是想再次调侃他，让他成为全城的笑柄。在这种刺激下，亚瑟怒斥着世道的不公，在镜头前放肆狂笑，最终临时改变了主意，将本该指向自己的枪指向了莫里。所有人惊慌四散，而亚瑟却淡定自若，甚至微笑了起来。很明显，此时的笑并不是怪病所致，而是那种发自内心的解脱。亚瑟悠然地站起身，舞动着走到镜头前，向全城的观众告了晚安。Good night. Always remember. 这次亚瑟没有逃过警察的追捕，但透过车窗，亚瑟笑得很开心。这座城市终于开始了一场革命，大街上到处都是混乱的人群。今晚会有无数人丧命，会有很多无辜者遭受牵连，但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亚瑟吗？他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。真正点燃这座城市的是那些为富不仁的精英阶层。忽然，警车遭遇撞击，一群戴着小丑面具的人将警车拦了下来。他们把昏迷的小丑放在引擎盖上，等待着领导者的苏醒。城市暴乱，穷人们疯狂打砸报复。而宣称拯救一切的富人阶层却开始了躲避和逃亡。维恩带着妻子和儿子跑路，却在小巷被一个小丑拦住。戴小丑面具的男子2颗子弹了结了道貌岸然的维恩夫妻，留下他们懵懂无知的孩子。另一边，亚瑟缓缓苏醒，他不负众望的站在引擎盖上疯狂起舞，完成了从亚瑟到小丑的蜕变。亚瑟摸摸嘴上的鲜血，双手一拉，在脸上画出了一个大大的笑脸。这个血腥癫狂的笑容也正式开启了专属于小丑的混乱时代。影片《小丑》上映于2019年。
年，杰昆·菲尼克斯用精湛的演技征服了全球的观众，塑造了一个不输于希斯莱杰的被观众认可的小丑形象。这是一部接近完美的犯罪电影，详细讲述了小丑的黑化过程。电影上映时，各大影院要求观众安检之后再进入影院观看，以防观众被情绪感染，当场突了邻居。其实这都是对该片的误解。小丑虽然是一部犯罪片，但绝对没有美化暴力，甚至有很多地方都在刻意回避暴力，比如女邻居之死，留下一闪而过的急救灯，让人联想回避暴力和疯狂人设本是一种冲突，但也恰到好处的起到了警示作用，让人以影未见。多多关注弱势群体，不要等到无可挽回才想到害怕和回避。